第一课，超市冒险。哦，太棒了！你今天去哪里购物？我去了附近的一家超市，那里有很多新鲜农产品可供选择。听起来很方便，新鲜水果和蔬菜永远是必须的。当然，他们对我在家准备的饭菜有很大的不同。我喜欢超市里有当地商品，支持附近的农场，感觉很好。是的，而且您经常可以品尝到质量的差异。我也一直在寻找有机食品，它们往往更健康。不错的选择。重要的是要注意我们体内的物质。我得去那家超市看看，听起来值得一游。第二课，令人兴奋的消息。我一路跑回家，兴奋地冲进了大门。发生了什么？你看起来很激动。我大喊：妈妈，妈妈！然后他睁大眼睛从卧室出来。我只能想象他脸上的表情。你想分享什么？我刚刚收到了关于我申请奖学金的好消息。太棒了！那一刻他一定为你感到骄傲。绝对可以。当我们一起庆祝这一成就时，他的兴奋与我相似。与亲人分享好消息总是件好事。是的，那些时刻让所有的辛勤工作都感到无比的回报。第三课，阿米莉亚·埃尔哈特的遗产。你有没有想过阿米莉亚·埃尔哈特的神秘命运？是的，她在海上失踪真是一场悲剧，但她的生活太激动人心了。没错，她是航空领域的先驱，在她那个时代打破了女性的障碍。如今，她的冒险精神继续激励着许多人。令人心碎的是，她的死仍然是个谜，但她的遗产依然存在。绝对可以。她表明，决心可以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我很佩服她如何突破界限，冒险实现自己的梦想。她的故事鼓励我们接受挑战，追求激情。她确实是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第四课，工程里程碑。你知道内燃机是由几位发明家开发的吗？是的，我已经读过了。该发动机通过燃烧汽油运行，彻底改变了运输。另一位德国发明家卡尔·奔驰制造了一款由这种突破性技术提供动力的汽车。太迷人了！他的发明为现代汽车奠定了基础。没错，想想从那以后我们已经走了多远，真是太神奇了。这些创新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我经常想知道未来还有哪些其他发明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是的，技术在不断发展，我很高兴看到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每个时代都有改变世界的先驱者，就像奔驰一样。第五课，紧急呼叫。
想到妮可给警察打了30个紧急电话，简直太疯狂了。是的，在围绕他的事件发生后，这些电话都没有导致正式指控。这一定让他非常沮丧，感觉自己没有被认真对待。绝对可以。他重点介绍了如何处理紧急情况的一些问题。我能理解为什么他觉得需要多次伸出援手。这是一个艰难的局面，让人们感到安全和得到支持很重要。我希望他的经历能提高人们的认识和系统的改进。是的，每个人都应该被倾听，尤其是在危急情况下。沟通和行动是确保每个人安全的关键。第6课，游泳壮举。你听说过查德威克吗？他在游泳方面的壮举令人印象深刻。是的，他在英吉利海峡双向游泳，这真是令人震惊。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真正承认他的成就。这是真的，很难相信这样的成就会被忽视。他的奉献精神和才干应该得到更广泛的赞扬。当然，实现这样的壮举需要巨大的力量和耐力。我认为他的故事可以激励许多有抱负的运动员突破极限。是的，认可那些在体育运动中突破障碍的人很重要。查德威克的遗产值得记住和尊重。第7课，海岸探险。你有没有想过，数百年来欧洲人是如何环游非洲海岸的？考虑到探险家冒险进入未知世界所花费的勇气，真是令人着迷。绝对可以。他们在险恶的水域中航行，一路上面临着无数的挑战。然而，尽管存在危险，但他们对发现的渴望推动了他们向前迈进。每一次旅程都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并使不同的文化融为一体。这是真的，发生的交流对双方来说都是变革性的。想象一下，他们在经历了如此史诗般的航行之后，一定带回家的故事。这些故事一定激发了许多人梦想着超越视野的冒险。事实上，这些探索的遗产在今天继续影响着我们。第8课，打破障碍。想想能摧毁最强大的压迫和抵抗之强的潮流，真是太神奇了。是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强大的运动如何改变社会的进程。即使是最根深蒂固的体系，统一声音的力量也确实可以挑战。没错，当人们团结在一起时，他们可以创造不可阻挡的变革浪潮。看到激情和决心如何带来进步，令人鼓舞。以及勇气的故事如何点燃那些感到无能为力的人的希望。每一个小行动都可以为更大的正义与平等运动做出贡献。这提醒人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光也可能穿透。当然，这就是韧性和人类精神之美。第9课，
购物清单必备品。因此，在我们今天的清单上，我们需要鸡蛋、面包、牛奶和一些水果。这听起来像是本周吃一顿有益健康的饭菜的可靠计划。是的，掌握这些基础知识，可以更轻松地制作早餐和零食。我喜欢这些食材在不同食谱中的用途广泛。没错，你可以做从煎蛋卷到美味的冰沙的所有东西。而且，我们不要忘记新鲜水果作为健康甜点的乐趣。对，这是一种简单的乐趣，为我们的饭菜增添了美味。我认为在我们的储藏室里存放这些必需品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从长远来看，它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第10课，休闲风格选择。我在想一些休闲的衣服，也许一件纯白衬衫最适合这个场合。听起来很棒，经典的白衬衫永远是时尚的选择。它用途广泛，你可以把它打扮得很漂亮，也可以保持悠闲。没错，你可以搭配牛仔裤来营造宽松的外观，或者搭配正装裤来打造更正式的造型。真的，它非常适合任何季节。是的，它也可以很好的搭配多层衣服，例如轻便夹克或开衫。另外，它很容易搭配不同的颜色和款式。我喜欢简单的作品如何毫不费力地营造出抛光的外观。这就是时尚之美，有时候少即是多。第11课，科技商店大冒险。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商店里找到类似的产品，技术发展得如此之快。没错，我们应该计划去科技商店看看有什么新东西。我很高兴能探索最新的小工具和创新。是的，看到科技如何改善我们的生活总是令人鼓舞的。我想知道它们是否还有有趣的配件可供我们使用。当然，有时配件在可用性方面会有所不同。另外，比较不同品牌的特点也很有趣。绝对可以，我们可能会发现完全适合我们需求的东西。在出发之前，让我们列出我们想检查的内容。第12课 Making Do。有时候我们必须利用现有资源，你不觉得吗？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足智多谋和创造力。没错，如果你跳出框框思考，你能适应并找到替代方案，这真是令人惊讶。我同意，它通常会导致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可能会非常令人满意。另外，它鼓励我们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而不是总是寻求更多。是的，在简单中寻找快乐，可以真正改变游戏规则。它还能激发人们对生活中小事物的感激之情。这是一堂宝贵的课程，可以增强我们的日常体验。在制定本周的计划时，让我们保持这种心态。第13课，购物偏好。有很多商店可供选择，你通常在购物时会寻找什么？
我倾向于优先考虑质量而不是数量，我想要经久耐用的商品。这是有道理的。从长远来看，投资优质产品通常可以省钱。没错，而且我也喜欢发现未批量生产的独特物品。这些发现通常更具特色，并讲述自己的故事。是的，它为我的收藏增添了个人风格。我还感谢优质的客户服务，它增强了购物体验。绝对可以，友好的工作人员可以改变一切。那么，我们今天应该从哪里开始购物之旅呢？第14课，跑步活动。不太认真的跑步者通常会在赛事前和赛事期间营造出全市的派对气氛。这样的聚会如何将社区聚集在一起庆祝，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是的，这种能量具有传染性，它鼓励人们加入，无论他们是在跑步还是欢呼。人群的兴奋确实可以激励参与者突破极限。没错，这既关乎体验，也关乎比赛本身。这是促进所有参与者的健康和幸福感的绝佳方式。我喜欢这些活动如何营造陌生人之间的友情感。是的，看到人们互相支持，无论他们的技能水平如何，都令人心动。让我们在日历上记下我们城市的下一场大型活动吧。第15课，探索新视野。你有没有感受到过探索新视野和亲身体验不同文化的冲动？绝对可以，让自己沉浸在新环境中，并结识不同的人的想法，令人兴奋。想象一下，在充满活力的市场中漫步，品尝异国情调的食物，了解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传统。听起来太神奇了，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要讲，我相信亲身经历是无价的。此外，旅行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帮助我们欣赏差异之美。是的，我们在旅行中创造的记忆通常会持续一生，以我们甚至无法预测的方式丰富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如果你能选择一个目的地来接下去，那会是哪里？我想我很想探索日本，那里的现代与传统的融合让我着迷。这是一个很棒的选择。科技与古代文化的融合，创造了真正独特的体验。第16课，周末计划。你有没有想过，计划一个自发的周末去附近城市度假，会有多令人兴奋？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探索一个新地方，即使只是几天，也会让人耳目一新。没错，试想一下，在街上漫步，品尝当地美食，参观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独特商店。我喜欢在新城市发现隐藏的宝石的想法，尤其是那些当地人聚集的迷人小咖啡馆。这是从日常工作中休息一下，享受工作之余和日常责任的绝佳机会。当然，此外，我们在此类旅行中创造的回忆，往往成为我们最珍贵的经历。那么，
如果你能选择任何一个城市来周末旅游，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想我很想探索新奥尔良，那里的文化、音乐和美食充满活力和诱人。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活跃的气氛和丰富的历史将是一次真正难忘的经历。第17课，梦想假期。你有没有想过，为了逃避日常的喧嚣，去热带天堂度过一个梦幻假期会是什么样子？绝对可以。躺在沙滩上，喝一杯清凉的饮料，聆听海浪的想法，对我来说听起来像是完美的度假胜地。确实如此。试想一下，醒来时听到鸟的鸣叫声和阳光照进棕榈树的声音，邀请你开始新的一天。是的，想到在浮潜的同时探索充满活力的珊瑚礁，周围环绕着五颜六色的鱼类，是我一直想体验的事情。另外，我们可以在海边餐厅品尝当地美食，品尝当天早上捕获的新鲜海鲜。没错，品尝反映您所参观地方文化的正宗菜肴有一些特别之处。那么，如果你能选择任何一个岛屿来参观，那会是哪一个呢？我想我很想去巴厘岛，美丽的风景和丰富的文化非常诱人。这是一个很棒的选择。迷人的自然风光和迷人的传统相结合，将是一次难忘的冒险。第18课，在市场上度过的一天。你有没有去过当地的市场？那里的气氛充满了鲜艳的色彩和令人愉悦的新鲜农产品香气。绝对可以。漫步在摆满水果、蔬菜和手工制品的摊位上，有一种非常活泼和诱人的感觉。没错，我喜欢每家供应商展示其独特产品的方式，经常分享有关他们如何发展或创造产品的故事。是的，这是支持当地农民和工匠同时发现新口味和食材的绝佳机会。说到口味，我一直很期待在探索市场时尝试新鲜水果或烘焙食品的样品。我也是，这些小吃常常会引导我发现新的最爱，否则我不会尝试。那么，如果你能从市场上挑一件物品带回家，那会是什么呢？我想我会选择一些成熟多汁的草莓，它们不仅好吃，而且非常适合做甜点。听起来很愉快。新鲜草莓放在脆饼里会很棒，甚至只是撒上糖单独食用。第19课，周末冒险。你有没有想过，周末自发的去附近的城市冒险会有多刺激？绝对可以。探索新地方，品尝当地美食和体验不同文化的兴奋感极具吸引力。试想一下，漫步在迷人的街道上，发现独特的商店，享受繁华市场的生机勃勃的氛围。是的，即使只有几天，让自己沉浸在不同的环境中，也有一些神奇的感觉。最棒的是，我们可以在探索的同时，共同创造难忘的回忆。没错。此外，品尝当地美食，甚至偶然发现隐藏的宝石，让体验更加特别。那么，
如果你能选择任何一个城市来周末旅游，那会是哪一个呢？我想我很想探索新奥尔良，那里的音乐、美食和文化简直是不可抗拒的。这是一个很棒的选择。热闹的气氛和丰富的历史一定会让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第20课，探索自然。你有没有想过，周末沉浸在大自然中，被美丽的风景和新鲜空气所环绕，会让人耳目一新？绝对可以。逃离城市生活的喧嚣，徒步穿越茂密的森林，享受大自然的宁静的想法非常吸引人。想想吧，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的声音，以及鲜艳的野花在我们周围盛开的景象。是的，想象一下，在宁静的湖边搭一个舒适的露营地，在那里我们可以放松身心，欣赏日落时的壮丽景色。另外，有机会在夜间观星，晴朗的天空中布满无数的星星，简直太神奇了。没错，待在户外，远离屏幕和干扰，这时我们能够与自己重新建立联系，这让人感到非常平静。那么，如果你能选择任何一条远足路径来探索，哪一条会是你的首要呢？我想我很想在落基山脉的小径上徒步旅行，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和多样的野生动物使其成为理想的目的地。这是一个很棒的选择。高耸的山峰和清澈的湖泊相结合，将创造一次难忘的冒险之旅。第21课，完美的夜晚。你有没有想过，在星空下度过一整晚，享受美味的食物和交谈会是什么样子？绝对可以。想到坐在外面，听着童话般的灯光和我们周围的大自然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浪漫。想象一下，铺在草地上的舒适毯子，摆放着美味的零食，也许还有一瓶葡萄酒可以分享。是的，我们甚至可以带一个便携式扬声器来播放一些我们最喜欢的音乐，为夜晚营造完美的氛围。听起来很理想。正是这样的时刻，使我们能够放松身心，真正的彼此建立联系，远离日常生活的干扰。没错。另外，当你在轻松的环境中享受户外美景时，对话的流畅度要好得多。那么，如果你能为这个完美的夜晚选择任何地点，你想去哪里？我想我很想把它放在湖边，在那里我们可以看日落从水面上反射出来，然后凝视星星的出现。这是一个很棒的选择。湖畔的宁静环境肯定会增强体验。第22课，周末度假。你有没有想过，逃离城市，在被大自然包围的山区里度过一个周末，会让人耳目一新？绝对可以。徒步穿越郁郁葱葱的小径，呼吸新鲜空气，欣赏壮丽景色的想法，听起来像是完美的度假胜地。试想一下，晚上坐在舒适的篝火旁，分享故事，凝视满天星的天空，远离城市的灯光。是的，醒来时听到鸟的鸣叫声和太阳从山顶升起，将是一种非常平静的开始新的一天的方式。另外，我们可以在白天探索当地的小径，甚至可以找到隐藏的瀑布或风景秀丽的俯瞰处来享受野餐。听起来棒极了！在户外活动和暂时断开与科技的联系，真是令人振奋。
没错，它使我们能够以一种在忙碌的生活中通常很难做到的方式与自己和彼此重新建立联系。那么，如果你能选择一个特定的山区来参观，它会在哪里？我想我很想探索落基山脉，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和多样的野生动物将是一次难忘的冒险。第23课购物计划。在本周末的购物之旅中，你有什么需要购买的特定物品吗？是的，我一定要找一条新的牛仔裤，因为我的牛仔裤有点破旧，而且一件冬季外套也很棒。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在寒冷的月份里，寻找一件时尚而保暖的外套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当你想保持舒适时。没错，我想要一件不仅能保暖，而且看起来不错的东西，可能要和我的衣橱搭配漂亮的颜色。牛仔裤一直是必备品，你可以把它们打扮成正装或休闲装，使其在任何场合都百搭。绝对可以。我喜欢一条好牛仔裤，能让你感到自信，无论你是外出吃一顿休闲晚餐，还是跑腿。那么，你想在特定的商店里寻找这些物品吗？我本来想去市中心的那家新精品店看看，我听说他们有很多时尚服装可供选择。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另外，之后我们可以喝杯咖啡，讨论我们的发现，让这一天变得更加愉快。第24课，项目成功。当我们接近这个项目的最后阶段时，你对我们的进展和未来的挑战有何看法？我持谨慎乐观态度，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想确保我们保持势头。绝对可以。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持专注，继续进行有效的合作，以克服可能出现的任何障碍。同意。让我们把剩余的任务分解成更小的、可管理的步骤，并为每个团队成员分配明确的职责。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通过系统的处理每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以避免感到不知所措，并确保没有漏洞。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庆祝我们一路走来的里程碑，认可我们的成就将提高士气，并保持我们的动力。当然，承认我们的进展将提醒我们已经走了多远，并强化了我们对到达终点线的承诺。那么，我们今天能做什么来为这个项目最后阶段的成功做好准备？我认为我们应该安排一次团队会议，审查我们的时间表，解决任何问题，并重申我们的共同目标。第25课，电影推荐。在本周末的购物之旅中，你有什么需要购买的特定物品吗？是的，我一定要找一条新的牛仔裤，因为我的牛仔裤有点破旧，而且一件冬季外套也很棒。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在寒冷的月份里，寻找一件时尚而保暖的外套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当你想保持舒适时。没错，我想要一件不仅能保暖，而且看起来不错的东西，可能要和我的衣橱搭配漂亮的颜色。牛仔裤一直是必备品，你可以把它们打扮成正装或休闲装，使其在任何场合都百搭。绝对可以。我喜欢一条好牛仔裤，能让你感到自信，无论你是外出吃一顿休闲晚餐，还是跑腿。那么，
你想在特定的商店里寻找这些物品吗？我本来想去市中心的那家新精品店看看，我听说他们有很多时尚服装可供选择。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另外，之后我们可以喝杯咖啡，讨论我们的发现，让这一天变得更加愉快。第26课，公寓之梦。我最近一直在考虑我们的生活状况，我觉得带阳台的两居室公寓非常适合我们。听起来太神奇了！阳台将使我们有机会享受新鲜空气，甚至可以种植一些植物。没错，试想一下，早上一边喝咖啡，一边俯瞰城市，这将是开始新的一天的一种轻松方式。多一间卧室意味着我们终于可以有朋友过来了，而不会感到局促。对，另外，这将非常适合探亲，他们将有自己的空间。我喜欢这个主意。我们也可以将多余的房间用作家庭办公室或业余爱好空间。这是真的。专用于工作或创意项目的空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集中精力。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举办晚宴，宽敞的起居区会让它变得非常有趣。绝对可以。有了阳台，我们甚至可以在夏天在户外烧烤。第27课，健身储蓄。你有没有想过，在家锻炼而不是去健身房，可以省多少钱？绝对可以。令人惊讶的是，有多少资源可以免费在线获得，例如锻炼视频和营养指南。我知道，对吧？另外，您可以创建自己的日程安排，而不必担心健身时间。的确如此，你也可以投资一些可使用多年的基本设备，从长远来看，这些设备通常更便宜。没错，你甚至可以邀请朋友来参加小组锻炼，让它成为一项有趣的社交活动，无需支付健身费用。我喜欢这个主意。当你可以在自己的空间里进行健身时，它确实会让健身变得更容易和更愉快。此外，你可以尝试不同的锻炼方式，而无需承诺成为一个健身房的会员。这就像在舒适的家中探索从瑜伽到力量训练的各种课程一样。想一想，你不必上下班去健身房，可以节省多少时间？第28课，客房服务。所以，我本以为今晚的晚餐订一些客房服务可能会更好，你对此有何看法？听起来很愉快。我喜欢在我们舒适的房间里享受一顿舒适的饭菜的想法。你想点什么？我真的很想吃点安慰的东西，也许是配薯条的经典芝士汉堡，这对你来说听起来怎么样？这听起来很诱人，但我可能会选择清淡一点的东西，比如凯撒沙拉配烤鸡肉，它永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伟大的思想家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且我们不能忘记在订单中添加一些甜点，一片巧克力蛋糕真的很合适。绝对可以。谁能抗拒巧克力蛋糕，尤其是在漫长的一天之后？这是善待自己的完美方式。那我就给客房服务部打电话，我等不及要一边品尝我们的美味佳肴，一边放松身心，享受夜晚。这就是精神。以这种方式放松身心真是太棒了。
直接为我们提供晚餐会让人感觉更加特别。没错。另外，我们可以边吃边看电影，这是一起度过夜晚的理想方式。第29课，绿色头发。你知道，我真的很想在音乐节上把头发染成绿色，但我决定暂时推迟。这是一个有趣的选择，绿头发绝对可以彰显个性，但我明白你为什么要等待。现在它一点都不流行，我想我宁愿暂时保持一点经典的造型。没错，有时候最好选择更永恒的风格，尤其是当你不确定大胆的变化时。另外，暂时没有绿头发的生活可能会让我有机会重新思考自己的整体风格和我真正想要什么。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花点时间可以帮助你做出从长远来看你会感觉良好的决定。绝对可以。我想确保当我做出改变时，我会满意的不仅仅是片刻。这一切都是为了在表达自己和感觉自己的皮肤舒适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当然，谁知道，也许我会找到比绿发更能让我兴奋的另一种颜色或风格。第30课，早上的例行程序。我每天早上7点起床，这使我有足够的时间开始新的一天。实际上，我醒来的更早一点，大约6点30分。我发现这有助于我为未来的一天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太令人印象深刻了。这么早醒来之后，你接下来通常会做什么？我喜欢从一杯水开始新的一天，然后我花几分钟伸展运动来唤醒自己的身体。这听起来令人耳目一新。我通常直接去洗澡，但我也一直在考虑在日常活动中增加一些伸展运动。它确实有所作为，尤其是当你整天坐在办公桌前时，它有助于缓解紧张情绪并保持灵活性。我能看出来。洗完澡后，我通常会做早餐，我认为这是我早上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绝对可以。一顿美味的早餐为一天余下的时间定下了基调。你平时吃什么？我通常会选择含有一些水果和坚果的燕麦片，它能让我保持饱腹感，给我能量。